作為美國精神的繼承者，大艦巨炮主義的踐行者，現代海戰理論的逆行者，特朗普眼中的海軍救星，名副其實的海上移動核武庫，代號 BBGX 的特朗普級戰列艦，以其違反常識的設計理念，成功引爆了全球的輿論場。而隨着12月的這一份特朗普級戰列艦計劃以及後續的黃金艦隊計劃的公布，美國海軍也正式向世界宣告，也不裝了，也攤牌了，也是時候讓你們見識一下什麼是世界第一的軍事強國了。那麼問題來了，在這個追求隱身、追求小型化的時代，美國為什麼要重新啟用消失了半個世紀的戰列艦呢？這艘排水量高達4萬噸，能夠發射高超音速導彈，還預留了核常兼備打擊能力的超級戰艦，在戰場上究竟有着怎樣的定位？美軍公開這項計劃是要重演一遍星球大戰，還是說這項計劃的背後隱藏着一場即將顛覆海戰規則的深刻變革？特朗普级戰列艦的設計，相比較人們看慣了的那些外形光滑簡潔的隱身驅逐艦，確實顯得有些不着調，甚至帶着一股子二戰時期的火藥味。可細看之下，卻能看到美軍的設計師的確是在這艘船上把暴力美學玩到了極致。之所以這麼講，原因在於特朗普級的設計其實細究下來一直遵循着一個核心原則，那就是生存是輸出的前提。這種原則最直觀的體現，恰恰就是它那完全不講道理的巨大艦體。特朗普級戰列艦的設計中，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長達270米的車間級艦體，以及接近4萬噸的誇張排水量。這裡的設計思路在於冗餘即正義。工程師沒有像設計朱姆霍爾特級那樣，為了隱身去壓縮上層建築，而是簡單粗暴地把阿利伯克級的艦體放大了3倍，一次性解決了2個最頭疼的問題：能源和裝甲。這艘船放棄了傳統的機械傳動，採用了一套名為 IEP 的綜合電力推進系統。你可以把它理解為，這就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中型發電站。而這套系統的作用是讓特朗普級獲得了無限的開火權，無需擔心彈藥成本，因為它搭載的2樣大殺器全是吃電的怪獸。一個是32兆焦耳級的電磁軌道炮，這玩意兒美軍折騰了10幾年，以前裝不上船是因為驅逐艦的小身板根本帶不動那麼大的發電機，但現在有了4萬噸的艦體做底子，這門炮終於能把炮彈以7倍音速砸向幾百公里外的目標。另一個則是300到600千瓦的高能激光器，在面對無人機蜂群的時候，只要船上的發電機還在轉，激光就是無限的。這種設計犧牲了所謂的隱身性，卻換來了火力的持續性和防禦上的絕對厚度。第二個暴力設計體現在它在反潮流的裝甲防護上。在這個導彈一發入魂的年代，現代軍艦的皮那是薄得像紙一樣，基本上就是裸奔。大家都在賭我的雷達能先發現你，但特朗普級不信這個邪。它的核心部位彈藥庫、動力艙、指揮中心全部覆蓋了特種強化鋼和複合裝甲。這就好比當大家都穿着比基尼在槍林彈雨裡跑的時候，他卻穿了套全身板甲。這種設計的邏輯，既然在高超音速武器面前100%的攔截是不存在的，那我就得保證哪怕挨上一發我也不能沉，甚至還能轉過炮塔還擊，這使得它在高烈度的对抗環境中成為一個打不爛的海上釘子戶。這種設計是用最原理的物理防禦換取了最高的戰場生存率。對於需要在這種隨時可能爆發衝突的熱點海域執行長時間巡航任務的戰艦來說，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底氣。除此之外，最能體現特朗普級火力是他那毫不掩飾的垂直發射單元。這套設計總算是解決了海軍這些年火力不足恐懼症的問題。講到這兒我們的眼光就要落在特朗普級戰列艦那寬大的甲板上，它128個垂直發射單元加上專門的大型導彈發射筒，是特朗普級火力就是正義的標誌，但也為後勤補給帶来了巨大的壓力。如果只是裝填普通的防空導彈，那它就是一個大號的驅逐艦，沒有任何的戰略意義。考慮到特朗普級需要應對大國競爭的複雜局面，設計師沒有選擇常規的配置，比如說多裝點戰斧巡航導彈，而是採用了最激進的辦法，給它塞進了核武器。
沒錯，代號 SLCMN 的戰術核巡航導彈，這種核長兼備的設計，雖然聽起來讓人頭皮發麻，但卻完美的建立了一套新的邏輯。每一艘特朗普級都是一個獨立的戰略威脅單元，而在劍橋上的 AI 指揮中心，則體現了設計者對未來戰爭的深刻理解。特朗普級的高度自動化決定了其作為旗艦的地位，而艦上搭載的超級計算機其實是為指揮無人機群準備的大腦。設計師沒有為了省錢而去削減電子系統的預算，而是將其算力推到了極致。這個系統既能指揮本體作戰，又能控制周邊的無人機蜂群，同時處理海量的情報數據，功能性極強。這是對單艦作戰能力進行優先級排序後的最優解。物理防禦負責保命， AI 大腦負責殺敵。總而言之，特朗普級戰列艦的每一處設計都是針對現代海戰痛點的反擊。作為考慮大國博弈的戰略平台，設計者可不是去創造一個大號玩具，而是用最硬核的方式去解決如何讓對手害怕的實際問題。不過理論說再多，不如戰場走一遭。特朗普級戰列艦這種龐然大物，究竟要在新的戰略中扮演什麼角色，還是要看整個黃金艦隊的布局。隨着2025年計劃的公布，特朗普級也迎來了自己的定位，並且一上來就成了戰略核心。原來在過去的30年裡，美軍習慣了用航母戰鬥群去解決問題，哪裡有事就把航母開過去。如果是依照傳統流程，美軍需要動員數千名水兵加上幾十架飛機的龐大編隊，每天燒掉幾百萬美元才能維持一個區域的存在感。但有了黄金艦队後，美軍的玩法就變了。在費城或者聖地亞哥的基地，一艘特朗普級戰列艦緩緩駛出港口，接着就有一群無人艦艇像保鏢一樣圍在他身邊，隨後這個編隊直接開赴前線。他不需要航母那種複雜的護航，也不需要頻繁的補給，因為他自己就是個堡壘，可以在海上漂好幾個月。他的目的地不是那些安全的深藍海域，而是加勒比海或者是關鍵水道，也就是那些最敏感、摩擦最頻繁的灰色地帶。接下来就是特朗普级的高光時刻。他不需要像航母那樣擔心飛機起降的天氣，也不擔心对方的小艇騷擾，直接把巨大的船體橫在航道上。而特朗普級選擇這種起點輸出的方式，也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展示美國海軍的力量。到達站位後，戰列艦的強大的傳感器網絡啟動，而在這個時候就能體現黄金艦隊設計的天才之處。與其他單打獨鬥的軍艦不同，特朗普級作為4分位，能夠將周邊幾百公里內的信息全部吸納進來。這個設計的巧妙在於，第一，避免了主力艦直接暴露在第一線，讓便宜的無人機和無人艇去探路；第二，巨大的火力通道配合高超音速導彈，讓這個龐然大物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能完成對陸地高價值目標的點名。到了這裡，黃金艦隊的神奇還未結束。在它不需要開火時，那門電磁軌道炮和激光武器早已處於待機狀態，哪怕只是把炮口轉一轉，就能讓對面的指揮官冷靜下來。利用那個核長兼備的發射井，在緊張的對峙中完成一個不可思議的戰略威懾，告訴對方我這裡有你承受不起的代價。而隨着局勢的升級，如果真的到了不得不動手的地步，特朗普级的高能激光會像切香腸一樣把來襲的無人機群切碎，從單純的武力展示到實質性的毀滅性打擊。特朗普級就像一個冷靜全能的執法者，徹底顛覆了以往那種要麼不管要麼全面開戰的二元邏輯。這就是所謂的靈活威懾。除了在軍事上硬核對抗，黃金艦隊在工業復興的算盤上也是一位好手。費城造船廠的復活就是個例子。如今美國的造船業早就是一地雞毛了，產能不足，工人短缺，還要造這麼複雜的戰艦，這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天方夜譚。在這種極端困難且工期緊迫的環境下，美軍則巧妙運用它的盟友體系和資本力量，讓韓國的韓華集團帶着錢和技術直接接管了費城造船廠。而這種引入外援的操作，也讓他在國內供應量斷裂的情況下，也可以完成戰艦的快速建造。在這其中，這種被稱為民主工兵廠的模式成為了業界的焦點。當時的情況是，雖然掛着美國制造的牌子，但船塢裡的機器人、管理流程，甚至是部分鋼材，可能都流淌着東亞工業的血液。而特朗普政府的態度是，只要能在美國造出来，只要能掛上美國國旗，管它是誰的技術，能用就行。最終，這個龐大的造艦計劃像是一針強心劑，硬生生把奄奄一息的造船業拉了起來。雖然這看起來有點諷刺，但不得不說很有效果。這個過程充滿了商業博弈，政府不得不在保護主義和實用主義之間進行極限的走鋼絲。而一旦首艦下水，這艘混血的超級戰艦就要經受對其工業質量、系統整合能力的極限考驗。
最終，他如果能按時交付，向全世界展示的就不光是軍事力量，更像是美国为了达成目標不惜打破常規的动员能力。他證明了這項計劃的邏輯，無論是作為軍事威脅還是工業政策，黃金艦隊都擁有能改變現狀的野心。看到這裡，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特朗普級這種大艦巨炮的復活，難道只是特朗普一個人的腦洞嗎？其實不然，如果我們翻開海軍史的相冊，你就會發現特朗普級的這種設計回歸其實也有着歷史的必然。在他之前，早就有一群為了追求極致威力而不惜追逐火力密度的混角色。今天我們就來盤點一下這個超級戰艦名人堂裡的究竟有幾位重量級的前輩。第一位也是最傳奇的一位，就是冷戰末期美國的伊俄華級戰列艦。這家伙可以說是舊瓶裝新酒的鼻祖。當時的里根政府需要一支能迅速提升海上火力的力量，但政府卻沒有設計新船，而是把二戰留下的4艘老古董從封存狀態裡拉了出來。他直接給這些二戰老船裝上了戰斧的巡航導彈和方陣近防炮，保留了那9門巨大的406毫米主炮。這麼做的好處是什麼呢？這就好比是給一個肌肉猛男配了一把狙擊槍，既能近身肉搏，又能遠程擊殺。但問題是，這玩意兒真的好用嗎？一邊是幾十年前的蒸汽輪機，一邊是先進的電腦火控，在其他人眼裡，這種改裝即便是能打，也是充滿了違和感，更別提按常理來講，維護這些老爺船比造新船還麻煩。可美軍卻通過改裝，巧妙地利用了戰列艦那厚實的裝甲和巨大的載彈量，硬是讓這些老家伙在海灣戰爭中打出了滿堂彩。根據当時的戰報，威斯康星號發射的戰斧導彈是第一波摧毀伊拉克防空網的主力。雖然他們最後因為人力成本太高以及蘇聯解體後沒了對手而再次退役，但伊俄華級用自己的怒吼證明了一件事：只要平台夠大，再老的設計也能煥發第二春。第二位則是為了核動力夢想而誕生的蘇聯巨獸基洛夫級巡洋艦。我們都知道蘇聯人喜歡造大東西，但基洛夫級絕對是其中的巔峰。他們在這艘 2.4 萬噸的軍艦上塞進了2座核反應堆，然後把甲板上的每一寸空間都插滿了導彈發射管。這樣一來，標準的巡洋艦就變成了甚至不用加油的武庫艦。從反艦導彈到防空導彈，甚至反潛導彈，它都帶了整整幾百枚。這種設計是典型的火力不對稱，它犧牲了艦隊的通用性，換來的是單艦挑戰整個航母戰鬥群的勇氣。至於第三位則有些特殊，那就是大家熟悉的朱姆霍尔特级驅逐艦。畢竟也沒人說只有老船才能玩概念吧，科幻戰艦翻車也是常有的事。北世紀初，為了探索未来海戰的可能性，美軍推出了DD級1000。他在標準驅逐艦的基礎上幹了2件相當出格的事。第一，就是他把所有的天線和炮管全部藏進了那個金字塔一樣的艦橋裡，為了把隱身做到了極致。第二點，則是在他原本計劃安裝先進的電磁炮，用來進行對陸支援。最終，這個外形像個熨斗、造價高的離譜的科幻戰艦，因為技術不成熟和定位尷尬，哪怕是美軍自己就只造了3艘，就匆匆叫停。他的案例也告訴我們，步子跨得太大，有时候真的會扯着蛋。過分追求新技術而忽略了可靠性和成本，是會付出慘重代價的。所以從伊俄华级的舊物利用，到基洛夫級的堆料狂魔，再到朱姆霍爾特的技術過載，我們可以看到，超級戰艦的夢其實在海軍史上一直都是揮之不去的誘惑。而特朗普級正是這個大艦巨炮情節的最新繼承者。他吸取了朱姆霍爾特的教訓，繼承了伊俄華级的身板，將其發揮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講到這裡，我們已經知道特朗普級的巨大以及那些瘋狂前輩的設計都是為了解決特定時期的安全焦慮而誕生的。那麼這種設計思維真的只存在於造船領域嗎？當然不是。事實上，只要你留心觀察，就會發現這種實力至上的哲學其實就藏在現代衝突中的每一個角落，只是我們常常忽略它。比如陸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重型主戰坦克的再次流行。你見過前幾年大家都在喊坦克无用論嗎？都說无人机能開瓢，坦克就是移動棺材，所有的國家一度都在搞轻量化的、搞輪式的突擊炮。這個思路是為了快速部署、省錢省油，是治安戰思維的產物。為什麼現在又要造重型坦克？答案和特朗普級的重裝甲回歸一樣，都是為了在正面硬剛中活下來。如果說把坦克做得太薄，那麼在真正的大國對抗中，就是給對方刷戰績的，還怎麼推進？所以各國的設計師們又把主動防禦系統、厚重的複合裝甲都堆了回去，將最寶貴的生存能力重新放回了核心位置。
這和特朗普級為了裝甲而犧牲隱身是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無論是戰列艦重啟還是主戰坦克的歸來，這些我們正在經歷的變化背後隱藏着與特朗普級戰列艦相同的設計哲學，那就是安全必須建立在絕對實力的基礎上。一個武器先進不先進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如何用最穩妥最抗揍的方式保住自己的底牌才是博弈的核心。從这個角度看，特朗普级的傻大黑粗代表的是一種回歸叢林法則的現實主義。好了，關於特朗普級戰列艦和黃金艦隊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我是火力軍，咱們下期再見。